球华语摩课室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台湾科技大学阮胜章教授，欢迎大家来参与这门物联网核心系统分析的课程。在进入这个章节前，我们要先了解为什么需要效能，因为我们希望设计的平台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标准来评断，这就是效能的 performance。现在是后 PC 时代，这不是 PC 消失，而是电脑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生活中。嵌入式系统和个人电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IoT 等嵌入式系统也因此蓬勃发展。这里介绍因后 PC 时代和物联网时代来临而兴起的技术。首先是个人行动装置，这项产品的特点是价格低廉，让所有人都可以轻易的取得，且可以被广泛的使用。再来是 Cloud Computing。云端运算，我们将部分的程式放在装置上，另一部分放在网络的云端上。举例来说，在手机上安装游戏的 APP， 透过网络跟云端上的 server 沟通，将资料传到网络端运算，而不是 local 端。Google、Amazon 和 Facebook 都是在做 Cloud Computing 的公司，而在物联网的应用中，公司可以透过装置收集到很多的资料，例如 Google Map。它会将使用者的手机当作 IoT 装置，透过手机定位获取使用者的所在地，将所有的资料统整出各个地点的交通状况。不同的电脑有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则会用到不同的 CPU， 而 CPU 的选择呢，则会根据不同的用途在 performance 跟 cost 之间做取舍。举例来说，我们常用的个人电脑，大部分的人只在乎它的 performance 和它的价格，是因为 PC 长时间接着电源，所以你不会在乎它消耗了多少电能，只在乎它跑得快不快。但在嵌入式装置就不一样了，嵌入式和 IoT 装置类似系统中的一个元件，而 cost、power、performance 这三项就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一 ，IoT 会遍及全球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低成本。价格低廉，让它可以广泛的被使用。第二 ，power 的消耗不能太高。通常嵌入式装置装好之后，就几乎不想要再换电池了，所以 IoT 相对于其他应用对 power 的要求就会比较高。最后就是 performance， 若是装置处理一笔输入资料花费过多的时间，则无法达到物联网应用的目的。所以，以上三者要如何达到平衡，是设计者要注意的。在认识这些技术之后，设计者们应该要知道程式如何转换成 machine language， 以及硬体如何执行程式。要知道什么是在影响效能的主要原因，才能知道如何去优化。演算法会决定要用几个运算去执行程式，不同的程式语言 compiler 指令集架构则会决定运算要用多少个指令去完成。不同的处理器及记忆体系统会决定指令可以执行多快，而 I/O 系统包含作业系统则会决定输出入的执行速度。上述的因素影响程式如何在装置上实行，造成同样的方讯或是同样的装置在执行的时候却有快有慢。然而，效能的好坏要怎么断定呢？其实我们在乎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 response time， 一个是 throughput。Response time 指的是执行一样工作要花多少时间，而 throughput 表示单位时间内能完成多少的工作。以在 ATM 领钱为例子 ，response time 代表操作 ATM 领钱所花费的时间 ，throughput 则是单位时间有多少个人能在 ATM 领到钱。那么这两项因素又会被如何影响呢？假如多加一台处理器，或是多加速处理器的运算速度，可以改善什么呢？我们继续用领钱的例子来当作探讨。提款机代表处理器，多一台提款机可以提升 throughput， 因为我们可以同时多个人一起提钱，而加快提款机处理的速度，则可以同时提升 response time 和 throughput。领钱花费的时间减少，那单位时间可以领钱的人数也会上升。那对应回处理器来说，多一个处理器，它可以同时多执行一项工作，而提升处理器的速度，不仅会降低每项工作的处理时间，它也会增加单位时间处理的工作量。现在的嵌入式系统大多都是多核心的架构，
例如市面上常见的树莓派就是4核心的架构，而程式设计者要知道如何把一个 task 拆成4份，分给4个 CPU 运算。若是无法拆分程式，就算你的系统有100个 CPU， 也不会达到加速的效果。再回到提款机的例子，就算有10台提款机，也不能加速你领钱的时间，因为你只有1张提款卡，也只能去一个提款机领钱。但是如果有100个人要领钱，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用等那么多的时间呢，就可以使用提款机，这样可以减少等待的时间。但是这边要记住，你的 response time 并没有改变。因为 response time 是从你插入提款卡到你领到钱的时间，它并没有把等待的时间计算在内。而 throughput 是从整体的执行计算时间来考量的，其中包含了等待时间。由此可知，多核心架构改善的是 throughput。从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其他的想法。当你在等待的时候，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而不是空等在那边。那有效利用资源就变成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探讨的不仅仅是 CPU 可以运算多快，而是怎么样去管理你的资源。接着，我们要认识 relative performance 相对效能。当我们在比较2台电脑的效能时，我们都希望 performance 越大越好。相对的就是执行时间越小，表示执行速度越快。所以我们将 performance 定义成执行时间的导数。而执行时间要怎么计算呢？根据不同效能，可以分为 elapsed time 和 CPU time， 分别用来计算整个系统的效能以及 CPU 的效能。elapsed time 我们翻译成经过的时间，包含 response time、I/O、OS 的 overhead、idle time 等待时间等等。我们定义从进去到出来全部经过的时间，用来计算整个系统的效能。而 CPU time 是 CPU 真正花在执行一个 job 的时间。因为 CPU 不是只为一个程式服务，所以我们不能从 job 进入 CPU 直到完成来计算这个时间。而 CPU 时间呢，它又包含了 user CPU time 和 system 的 CPU time。其中 user 的 CPU time 是 CPU 真的在执行该程式的时间，而 system CPU time 则是 CPU 跟其他系统端联络处理的时间。例如，有一个程式需要与多个网络联络，而与网络联络运算的时间就是 system 的 CPU time。改善效能的方式就是降低 CPU time， 所以我们要知道 CPU time 的计算方式，才能调整参数来改善效能。首先是 clock cycle， 它代表一个 clock 的周期，它是导数，是 CPU 的执行频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PU 是几 GHz 的。而 CPU 的时间指的就是 clock cycle， 电脑要跑得快，频率就要高。公司里的 CPU clock cycles 指的是 CPU 执行程式所花费的 clock cycle 数目，而 clock rate 是 clock 的 frequency， 它的导数则代表一个 clock cycle 的时间，所以两者相乘可以代表 CPU 执行这个程式总共花费了多少的时间。要降低 CPU time， 我们可以选择增加 clock rate， 或是降低 CPU 的 clock cycles 数目。硬体设计就是在这2项做取舍，但是通常我们会改善一项之后，造成另外一项却变得比较差，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单项的改善，而是要看整体是否会提升效能，而不会因为另一项变差而被抵消。程式设计者通常不能改变 CPU 的 clock rate， 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改善 CPU clock cycles 的数目。那 CPU clock cycle 是怎么计算的呢？从公式我们可以看到 CPU clock cycle 是指令的数量乘上每一个 instruction 要用到多少个 clock cycle， 也就是 CPI。举例来说，今天你写一个程式会用到组合语言的300道指令，而每个指令需要用到2个 clock cycle 来执行，所以你要花费600个 clock cycle 来完成这个程式。由此可知 ，CPU time 就是 instruction count IC 乘上 CPI 乘上 clock cycle time。通常 clock cycle time 不是你能决定的，而是 CPU 制作出来就已经固定了。所以我们只要考虑如何降低 instruction count 和 CPI。程式的 instruction count 是由程式的本身
或指令集架构和 compiler 来决定的。程式写得好 ，instruction count 就会少。公式里的 instruction count 指的是动态的 instruction count， 表示真正被执行的指令数目；而静态的 instruction count 则是指程式 compiler 完存在硬碟里占用的空间大小。以排序程式来说 ，Quicksort 和 Bubblesort 中，程式的大小是 Bubblesort 写起来比较短，但是执行速度却是 Quicksort 比较快。那是因为 Quicksort 虽然静态的 instruction count 比较大，但是需要被执行的指令数，也就是动态的 instruction count 却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在计算 CPU time 的时候呢，使用的是实际影响执行速度的动态 instruction count。那 CPI 呢，则是由硬体决定，不同的指令会有不一样的 CPI， 所以平均的 CPI 是由指令的混合所影响。这也表示不同程式的 CPI 可能会不一样。举例来说，有一个程式全部都是乘法，那另外一个程式全部都是加法，同样都是200道的指令，那全部都是加法的程式的 CPI 呢，就会比都是乘法的来得小。因为加法只要一个 clock cycle 就可以完成了，但是乘法可能需要更多的 clock cycle 才能完成运算。所以我们也不能只看指令的数目来决定程式执行的速度，还要看程式的指令组合。嵌入式和 IoT 装置不是功能做出来就好，最重要的是在效能跟功率消耗上取得平衡，才能达到应用的要求。在这个章节中， CPU time 的计算公式是最重要的。任何程式使用任意的 benchmark 去评估效能都不能够准确。真正重要的是使用了多少的 CPU time。CPU time 会被程式本身或使用的程式语言以及指令集架构等所影响。当你在做效能优化时，要了解改善的目标，因为通常当你改善了某一项时，另外一项就会得到较高的overhead。例如改善 CPI 却造成 instruction count 的上升，这时你就要去衡量你的优化是否有助于整体的效能提升。那最后呢，我们整理影响效能的因素。演算法会影响 instruction count， 程式语言会影响 instruction count 和 CPI， 而 compiler 呢则会影响 instruction count 和 CPI。指令集架构影响的最多，它会同时影响的 instruction count、CPI 和 clock cycle time。物联网对装置的效能要求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影响效能，才能设计出符合应用的产品。后面章节使用的 Streamline 就可以估算程式的 instruction count 和 CPI， 让程式的设计者可以依此来优化程式。下一章节我们会介绍物联网应用常使用的处理器。这次的课程我们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